目前立法院在讨论国籍法的立法委员，不要爱之是足以害之，没有必要去修订国籍法，要特别免除来自中国的新住民对中华民国的单一忠诚的责任。一旦修法成功，只不过是增加社会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新住民会增加疑虑而已。对民众党的事情，我们不方便多做各方面的评论，只不过就整体而言，我们可以感受得到，赖清德总统上任了之后，就对陆配展开了各种无情的追杀。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洪建义，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清煌，五哥好，大家好。好，那这整个礼拜对国内来讲的话，在震惊所有这些局势，包括地缘政治之下，那发生哪一些会影响或撼动？对国内来讲的话，尤其在2026、2028呢，甚或两岸之间那风起云涌的一些状况，那到底未来又会是怎么样？当然，在这个礼拜，大家都非常遗憾看到是在香港，你说一个鸿福苑这样一个大火，好，那为什么会是这么严重的一些状况？当你看到那个旱地拔葱式的那些大楼的时候，没有香港的环境啦、人口啦各方面，可是难道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些的后面出现的一些状况吗？好，那不过一开始如果要讲的话，对所有的国人来讲的话，这一两个礼拜吧。所谓的意识形态一些的东西，尤其包括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在两岸之间的一些的论述，因为一个何英路已经在那天中常会之后，这个礼拜三吧，他就说他要退党。那虽然那天穿的是绿衣服，他变绿了嘛，然后呢他说要退党。那但所有这些创下这一阵子，好，你看到包括有民调，包括赖清德或民进党的民调往上走，可是对国民党的人有很多人在讲说，到底他们做了什么，我们做了什么？何英路或是中间像11月初以来，郑丽文你说像秋季啊，所有这些是不是都会有影响？基本上呢，其实何英路这件事情之后呢，以后啊，妈妈在小孩子睡觉前的床边故事要改了。改什么？以前是讲国王的新衣，然后被戳破了，对不对？现在叫做国民党的伪装，被何英路给戳破了。因为他就直接问了嘛，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国人？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还是中华民国的中国人？这一件事情一打出来之后，让我对何英路又加以尊敬了，因为不以人废言。他上次马英九最没用，加上这一句，我真的觉得何英路很有智慧。他直接戳破了。那直接戳破之后，其实是变成国民党就陷入了一个两面要说明的尴尬。这个尴尬在哪里呢？过去国民党的讲法就是说，一中各表嘛。然后你自从马英九马习会之后，一中没有各表了，接下来就是那一中。那你怎么还要消去成什么一国两区？那个国是哪个国？变成是你国民党都要去何英路就告诉你，国民党再也没有战略模糊。你就必须要清晰的讲清楚，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你的统一是蒋介石要的是反攻大陆，还是被统一？所以整个这个一下子，国民党这些人连来想要在这中间做这个站在中间，让左右逢源的那种模糊，被何英路直接戳破了。而这戳破之后呢，那如果这个时候的国民党不是有马英九啊、张荣恭啊、萧旭成这些人的讲话，也许还可以在中间还有混那个。可是你会看到，大家开始其实对于国民党是否过于偏中，其实是越来越疑虑的。这是郑传明的民调，是否担心国民党亲中？担心的人45.4%，远大于民进党的党的支持度。所以代表着中间很多选民是担心的。民进党当然是担心，但是民进党的是76%，国民党里面也有将近1/7的人，现在还在这种局面下还愿意表态，我是国民党的15%。但是国民党更要担心的是什么？民众党。民众党其实民众党的支持群比较偏年轻。而这年轻的往前继续走，到目前为止就已经36%。民众党的支持群也认为国民党担心国民党过于亲中，所以国民党现在变成是亲中的帽子已经被踏上去了。那跨上去之后，如果现在呢还积极的，因为要以中国人为荣，
然后要那个谴责说什么赖清德的军国1.25兆太高了，特别预算，对，以前只有他的1/5，这种话过去之后，所以呢，这个时候蔡正元可以回到国民党当先知，因为蔡正元讲的叫做中国投降党哦，你说因为那个吴石那件事，对，投降党，所以国民党如果说现在没办法把这样的一个社会上的认知做一个清晰的一个战略清晰，态度清晰，想要用过去的方法，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啊，什么中华民族啊，而且其实连何应禄自己都讲得很清楚啦。何应禄的那个问题里面，其实透露了很多人说大陆人也在这样问嘛，你们来这边，可是他们也透露一件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是不同的，那这个一中你到底是哪个中？而这个国互不隶属才会问出这个问题嘛。所以现在这个状况之下，国民党你站在哪一边？那接下来就要去延续的了。先前大家对于预算坦白讲没什么意见，可是你3国防预算，你的3法恐怕这次引起的风暴，如果真的像那个大山下去，国民党恐怕明年受到的反噬会很大。OK， 小平是好，国民党本来你说要维持着两岸之间的包括对话啦或往来。那个模糊空间，某种程度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就会觉得当然需要嘛，你不能大辣到人家那个地方去亲门打火，讲得太难听，某种程度让大家有一个转换。我觉得国民党开始的立场应该都是这样。对。可是何应禄就是像刚刚创下们讲，他是不是讲得太真心话大冒险嘛？他讲完那个以后，对国民党来讲，那个所有的空间会不会模糊的空间都不见了？未来到底该怎么办？或是当你看到礼拜3他参加完中常会后，直接出来讲这个国民党我不玩了，他退党。有松了一口气吗？有哦，真的哦，我算是男版的李明雪嘛，开玩笑对啊，不，何应禄是一定要处理他的嘛，何应禄送走的话是暂时解开隐性啊，手榴弹引爆的隐性。何应禄说2点我是不认同，在节目讲一下。第一个，何应禄亲不亲朱立伦非常亲，以前叫我们一个姓孙的中常委常常每天发言就搞朱立伦主席，那何应禄跳出来就是去对抗然后这个我们的那个议长新北议长蒋根煌，他是叫做中常委联谊会的会长嘛，他就打圆场大概中常会是这样的一个态势。然后呢，何应禄其实我认为他跟朱立伦没什么关系。那我讲个很有趣的小故事。那有些比较亲中的，你知道，我们朱立伦是比较亲美嘛，比较亲中的，他欠了几百万的，因为他每年要缴50万。朱立伦比较亲美，他叫美国要保护的。然后呢，他们要交50万责任了嘛？没50万，那我就孤影其名这个人那故事太有趣了。然后呢？那你要缴齐，你欠10年缴500嘛，欠6年缴300，这不少钱呐。那这位中常委传说两岸软囊羞涩，那就他很想选嘛，不选就挂掉了吧，没有老共的关系就到处凑钱呢，然后借钱就缴了几百万缴去，然后听说林涛在那边监督那算哇还差个几万块，现场到处借到了，但差几分钟。超过报名时间，不让你报了，有这个小故事很有趣了好，那所以呢，他这样的精挑细选，我们要选31个对不对？票选，那是不是搞了27个，还差4个也不要了，算了。就何应禄还在1/27可见那时候他那时候是没有说一定不让何应禄选，但那时候何应禄还是黄国梁里面一个支部啦，那时候还小咖啦，后来变中常委就大波也大咖啦。好。那再回到何应禄，这是第一点，我质疑何应禄，你不必去讲说是因为郑丽文那个机场鸟肚，因为是不是不喜欢这个是朱立伦吗？我算一半了，半个，然后不喜欢朱立伦，所以是拿他开刀，没这么伟大的第一件事郝龙斌叫我们放下，有仇的话，应该郝龙斌跟郑丽文仇深一点嘛，赵少康仇深一点，他们就说放下算了，选完要支持郑丽文，都有交代。好，这第一件事。第二，何应禄说。这个主席陷害他，说好不好诱导到统一，你还不是统一啊？你是急统嘛？谁要诱导你啊？有人需要诱导何应禄，我们才认为何应禄是统派吗？这说笑话嘛？他的想法会不会是这样？我本来没有这么大辣讲可是因为你说要那个大家就很骄傲的，对不对？所以我就大辣讲就没想到。难道我讲的跟你讲的是不一样的？你得跟我说一声。你讲到武统
可能都不会处理它。可搞一个毛泽东的那个头发在这里，这个不处理，好像那个希特勒那个没有连锁什么小鬼，那个年轻人什么新装那个。小平，我补充一下好不好？你知道你现在讲法，我觉得跟何英路的想法之间一定有很大的落差。他一定觉得你们这种想法是负心汉的想法，因为他觉得就是我也相信，因为他觉得就是看到郑丽文的讲话，所以呢，过去不敢真情流露讲出来的话，现在看到郑丽文讲了说是这个让台湾人喊出我是骄傲的中国人之后，他就真的喊说他是骄傲的中国人了嘛。他认为说郑丽文的新时代开始了，对嘛？他就觉得他把郑丽文的真心话讲出来了嘛。他不了解，结果讲出来之后，竟然遇到党纪处分，然后钟小平还说，你看你本来就是统派啊，那他的想法是，我只是帮你们国民党把这些统派的想法讲出来而已嘛。他是不爱郑丽文，不了解郑丽文。郑丽文不管他和中亲中，总有个底线。我相信底线最多底线就是一国宪法走最右边，一国两区吧。这是他的副主席的最后就最右边的底线之下。对，一中宪法那找到最右边，这个是总是他的底线，我觉得我们看得清楚了。OK， 但是你弄一个毛泽东出来，你不是要搞死郑丽文吗？你叫他去死吗？但是你弄一个毛泽东出来，你不是要搞死郑丽文吗？你叫他去死吗？好，就算你们两个都比较和中好了啦，他和中啦，你亲中，那你们两个你也不会把他搞到他下不了台，不处分你国民党倒啦，不要开玩笑。而且后来还缓颊说，哎呀，先退回去，你不在现场，你没有来看党纪说明哈，那先退回去。退回去就是给你一个台阶下，你是不是不要再穿毛泽东了啊？他不仅他现在是冰火五重天，这边穿毛泽东，那第二天去开会穿个绿色民进党的衣服，那你是要搞死郑丽文吗？不，你到底要怎样？他就是想退党，我觉得。他才穿那个绿衣服嘛，不，他有一点眷恋，有一点不跟郑丽文决绝，他干嘛穿绿衣服就没有回旋？可你觉得他真的跟你们决绝吗？决绝了，当然，穿那个绿的衣服来中常会，那中常会也倒了，好不好？那么我们蒋公王也倒了，绿衣服就倒，开玩笑，穿绿衣服到中常会去。小平，我这样问，你觉得在最近看到几份民调，然后包括赖清德总统或是民进党制度往上走，对，跟从11月开始，你说郑丽文参加那个秋季，然后包括何英路的这些发言，然后这些所有这些，会不会多少有一点关系？世代有发生变化。我讲我们我们是李四川很强嘛。李四川跟这个苏小慧就是没有黄国昌。我们是正10嘛。以前正15也掉了5。第二，黄国昌呢自己去选还是负16，就没我们就算都给你选，你也选不过。好，回到。可是我们看细的来拆解，就跟这所谓的抗中保台、什么台湾主体性、中华民国主体性，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什么变化？你去看川博的年轻票下降，20到39岁川博的票，它分2个阶段，40到120以上跟20到39，他21%，苏小慧36%。所以不要轻忽苏小慧，40岁以上也是36%。所以苏小慧她的男女，一般民进党是男的强女的弱，苏小慧是没有死角。世代跟性别没有死角，这第一个我要讲的。我看民调看出一些小门道。第二个，川博的20到39，只剩21%，本来可能有个30%，那为什么会掉？就是第一个就是民进党为什么升6%？最近有没有？然后这个蓝白掉。然后川博民调当然还赢一截，但还是掉了5%，年轻票掉得多，这个就是国民党要领导阶层要深思的事情。你觉得这个反正你不明讲，但是这跟最近的这些发言一定有关系，就反映在民调上，对不对？对 ，OK。那如果这样的话，但建议它不只是这些反映在民调上。如果照小明刚刚讲，反正何英路也已经走了，因为这2天又出现了像徐春英的事情。虽然徐春英他是民众党籍，但是当然大家都在讨论这是陆配的一些，但是大家不要污名化陆配啦，或有人叫中配，有人要叫陆配，不管你怎么喊，那不要污名化这些人，因为你看到的个案就是这些的个案。可是这些，尤其我们今天在录影的时候，今天是国际法，然后包括国际法这些都在审，当这些全部都摆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对于国人来讲的话，会不会开始有一些疑虑了？在民调的角度上面呈现，到底这一个礼拜来的议题会不会因为议题的讨论导致于民调高与低？我不否认，一定多多少少会影响。但你讲回来，刚才小平从头到尾，武哥你问他的问题，他是避重就轻的回答了。
当然以他的角度对核印度的看法，我给予尊重。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虽然核印度这个隐性拆掉了，可是他点出更大的隐性在哪里？这个小平还没有对外说明。那对民进党来讲，核印度的事情或徐春英的事情，徐春英的事情也是这2天才发酵。那核印度的问题，其实在前2、3天就已经发酵，但问题到现在，中国国民党还没有讲，因为台湾的年轻人天然毒的特别多，所以反映在这个上面的天然毒的是没有在民调范围里面的哦。这点大家要了解，年轻人在家不接电话，你民调做不到他。所以在这部分我要讲，第一，核印度玩真的还玩假的？他平常的你说退党吗？对，是玩真的还玩假的？我个人认为，这个叫做在试水温，在测试郑丽文你的处理方式跟态度。好，我们现在来讲核印度。核印度何德何能的逻辑、政治逻辑说话，能在中央党部那天点完所有的问题完了以后，掉头说我不玩了。这后面没高人指点吗？我不认为一个外配对台湾的政治角度的 sense 会有这么高。我保留一点怀疑的态度，后面绝对有了高人指点。更何况你所谓他打脸副主席的萧旭成的一个，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那你的中到底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东西现在困扰到国民党，所以你整个这个系列这个礼拜来，你说赖清德的民调往上涨，我觉得很正常啊。因为天然毒虽然调不到，但是很多关心政治的老百姓，凭良心讲，100个里面最起码有50个关心，有50个不关心。但是50个关心里面，他民调当然会有伸缩嘛。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不管是徐春英或者是核印度这个事情，国民党现在目前的困境在这里。所以我刚才讲说，小平根本没有对外讲清楚这个点。虽然把核印度这个隐性拿掉了，那你其他的隐性你要不要讲清楚啊？这边有个大隐性，到底一中是哪个一中？这个隐性到底你郑丽文现在态度是要请他不要离开国民党，还是说顺水推舟？我涨掉，那你怎么对你后面的老大哥讲？建议大家都是议会同僚，何苦苦相逼？我没有不要，我跟他本来就是他根本是曹丕，我是曹植，好不好？来，你进入城市讲，我来走题，我来走。你直接就要回应这个吗？好，来，现在国民党碰到了2个状况，就是蓝白的民调下滑，而赖清德的满意度超过一点点，超过1%，不满意。那曾经最坏的时候，在刚大罢免的32-0的时候，是68%不满意，30%满意。换句话是68%不满意里面有一半已经转成满意了，对不对？应该这样讲哈。所以大概是一个平手的状态。满意跟不满意，就变成他现在大家认为他一定不会连任，变成有机会会连任成功了，变成一半一半了。所以现在那个态势，当然还很长啦，还有2026，还有2028，我们再慢慢看。那我想拆解的是什么哈？这个中职想讲的哈，不是曹植哈，想讲的是，就是国民党这个力量还会很强大，跟民主党为什么？就是第一个，民进党升6%政党支持度，蓝白略微下降。然后这个他从泥淖里面跳出来，赖总统变成一个平盘的局面。然后呢，可是国民党要改变其实不容易，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担不担心国民党就是亲中，然后国民党支持者76%不担心，蛮大的。然后民众党是我们的友党，担不担心这个国民党是不是太亲中？有60%不担心，表示他们的基本盘是坚若磐石，不担心。但对于中间的竞争是被削弱的，是流失的。我们常常讲的所谓的单一席次要趋中竞争，就多席次看起来这76、60，就基本盘现在不用管了。对，那基本盘够不够在2026就然后维持2022的荣景跟2028能不能差多1票打败赖清德？基本盘显然是不够的。你要往中间跑，对，那中间跑那第一个就是要修嘛，所以这不管有没有修。都还没修开始，最基本的先基本盘保住，就是5州之要先求不伤身体，核印度先请他回家嘛。志准，这种都要做一些事情出来了。志准，前面那段都剪掉，好不好？因为建议只问了一个问题，你要不要回答那个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问的只有这个问题，前面那些民调，这个人都帮我剪掉好了。我是 KMT 的党员，那我们认为这个时候1中2区。
这已经是往右边跑的，已经最万马奔腾往右边跑了。请问你这个是不是来自于一中宪法？一中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是中华民国宪法？显然是中华民国的宪法。OK， 所以你讲那所有的，各位插句话，没听懂。那我讲的够清楚了。他好，反正冷气好冷，因为小平是中华民国派，对，所以长期来讲，我支持一中各表，很清楚。那我认为两岸呢，这个互不隶属。你现在是打你们郑丽文的脸吗？他说两岸9·2共识不是一国两区，不是一中各表，是这你们郑丽文讲的。不是，我只是讲我个人的，对不对？他是主席嘛，他是我们的大家长嘛，对不对？我们党员能帮忙就帮他要讲一些嘛。可是我个人有个人的，不管是叫战斗蓝的主张嘛，我只是这样讲。今天民进党也有中华民国在台湾，也有独派嘛，都有嘛，哪个党？那个兼容并蓄，这个党才会大嘛， 对不对？好，最后我开玩笑，你不要真的剪掉，这样可以吗？你好歹要回答完建议的这一块。但是上公现在会面临到，其实小平刚前面讲，因为对国民党来讲，他们一直主张的是两岸之间要对话，那他们是他们一直觉得现在的政府没有办法跟两岸之间对话，只有他们，所以。郑丽文会直接讲到，就是如果国民党没有办法扭转这些乾坤这些局势的话，2028胜或有没有和平的大选都不知道，类似这样这些词。那你看到媒体上面已经有开始铺陈讲说，那如果这样的话，郑丽文是不是应该就要开始布局，包括国共所谓的国共和解、政协会，所有这些都要往下走了？当然有媒体就说要求快嘛，要国共谈完以后马上去美国嘛，那的主张就是国共和解，但也不能得罪美国嘛。其实那一篇的论述里面有特别谈到美国嘛，那求快求慢，基本上中国决定，也不是你郑丽文决定，习近平要不要见你，习近平决定，也不是郑丽文决定，这个答案都很清楚嘛。答案很清楚啊，那当然，你国民党是不是要尽快把这一个问题结束掉？今天讲最白的一句话，党主席选举中国界选，外面的人讲可能杀伤力都没有赵少康讲的厉害，OK， 然后呢说担心红统的帽子拿不掉。这是南部的国民党议员讲的，不是我们讲的，伤害度更大。然后呢，说担心红统的帽子拿不掉，这是南部的国民党议员讲的，不是我们讲的，伤害度更大。何英路讲，你中国人是中华民国人民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质问当然是何英路的杀伤力大，不是我们了。我们平常不是都在质疑这个问题，一国到底是哪一国？讲清楚。但何英路的杀伤力大，何英路的杀伤力大，不要忘记，我记得也是这个节目还在播。何英路之前哭哭啼啼，拉郑丽文背书。郑丽文讲，我们都是中国人，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他的责任。讲了半天，结果今天反过来啊，中国人是你没讲清楚的。前面拉背书的时候，他有质疑过吗？没有那现在就质疑说，你中国人没有讲清楚，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他讲的更狠的一段，跑到那边说台湾地区。和平统一，回来讲中华民国，大陆也骗，中国也骗，那个中国也骗，台湾也骗，创造模糊。好小平承认了，创造模糊，好不好？他也骗啊。那现在问题是，我们对何英路穿着印有毛泽东的衣服，然后讲伟大的领袖。毛泽东说要照顾人民，我把他带来台湾啊，等等等等。他被处分是因为这个因素啊，他被处分是这个因素啊。这一段的论述，我相信台湾主流民意都不认同，但是他后面质疑国民党，应该是台湾主流都认同，因为他就告诉你，你的模糊空间，你到底要讲多久？他就是拆穿你的模糊空间嘛，
你今天的一中到底是什么都要讲清楚嘛。哦，一中宪法，好，你说一中宪法，哪个中？大陆地区、台湾地区，可以啊，去跟习近平讲清楚啊，敢不敢？敢不敢？答案是不敢嘛。你注意看9·2共识、一中各表，或是过去大家说的，每一个人去了大陆，啊，9·2共识反对台独，9·2共识的内涵从来不在习近平面前讲过，从来不讲。然后你现在的民调里面，对啊。刚才他说的什么10几%啦，国民党只有10几%，那个会担心76%啦。但你不要忘记了，民众党是35.7%担心了。民众党的支持者来自于哪里？相对年轻啊。但你注意看哦，20到29岁，正传媒的民调年龄层都写给你看啊。20到29岁，48.5比44.3，48.5担心。你走到30到39的话，是破50%担心；你走到40到49，破50%担心。请问你中间选民的年龄层最后的那一层是在哪里20到49。你看那个中间选民最后的那一层是哪一层？对，不就是担心的最后的那一层吗？正传媒民调就告诉你了，你们的中间选民大概。认同度你们很低耶，很低耶。然后你刚才也讲啊，要靠中间选民，那你讲了半天不是白搭吗？不是白搭吗？我只是说明现象，没有讲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好吧？但尚公啊，如果你刚刚讲那样的话，它会被落实在另外一块，就要大选。你刚刚讲，大家都知道啊，小平刚刚有讲要争中间选民嘛，两边各自的基本盘，那基本上差不多是这样。可是如果照这样下去的话，刚刚讲到他们要讲国共和解，要讲要不要正席位，他打出一个我们就讲战争跟和平，因为最近又碰到包括赖总统提到1.25兆的那个分8年的国防特别预算间，他们如果打一个战争与和平牌呢，那大家都想要和平，只是那个和平怎么来，大家的解读上面会不太一样嘛。那如果打这个牌呢？当然，战争和平1.25兆。投书华盛顿邮报，总统府开记者会，好啦，那个赖清德后面怎么解释，我觉得都没用啦，因为现场里面他是看着文字讲的嘛，对不对？好，北京当局也以2027年完成武统台湾为目标嘛，这也是他记者会里面亲口讲的原文嘛，好，那大家就开始了，你是不是准战争状态？等等。就是挑起一个战争的恐惧嘛，这是蓝营现在在挑的战争恐惧嘛。那你问大家，你去做民调，你希望战争还和平？有人会填说，我希望打仗吗？很少吧。当然啊。好，就你打战争与和平的时候，你战争只会激化蓝营的投票意愿。你真的会激化到说中间选民跟绿营的人真的也会害怕战争，而会选举的时候会移动吗？我不认为如果真的选举会移动的话，那你干嘛要担心那个国民党亲中呢？如果国民党亲中不战争，那我不是应该一点都不因为战争的因素，我一点都不担心吗？但是你民调的时候，我还是很担心你亲中啊。OK， 所以他的选择性的标准，战争与和平是唯一的选择标准。多少他认为一定会战争，这个很重要。这个不是，可是现在看起来，来，建华，我刚刚前面就开始讲，大家不要因为你说发生何英路的事，或最近徐春英的这些事情，就把不管是外配或陆配啦，所有这些全部都把它给污名化。毕竟像他们还有政治上的身份嘛。何英路不要讲国民党的中常委，他现在还是嘛？是，因为退回去就没有处分，还没有生效，对吧？好，机会都60岁会生效，因为退党不是嘴巴讲，队长要填那个单的白纸黑字寄回党再送。你要不要希望他呼吁他赶快送出来？不要再贴毛泽东的头了。对，那一个有中常委身份嘛？那徐春英那个时候其实包括本来民众党要提
他当不分区，对。然后后来不是内政，大家讨论了很多。现在他还是他们的新住民委员会的主委嘛？对。当然，这个案子现在是羁押禁见，可是到底过程或怎么样，是不是真的到最后有犯罪，你要以到最后定论。可是只是光这样，以目前看到的这些资料来看，这几件事情就会让大家会担心说，好，就刚刚讲国际法现在在修，这些都是大家会开始打上很多一些问号的一些的原因嘛。而这样的一些的问题拉到大选去的话，对各阵营的影响会怎么样？我先这样讲哈，就前一阵子有一份调查啦，就3个政党哈，他们的支持者关心的主要第一议题都不一样。国民党的支持者关心的最优先的第一议题呢，是两岸关系能不能维持平和的状态，这是国民党支持者。那问到民众党支持者的时候呢，民众党支持者最关心的那个议题呢，叫做司法改革跟公平正义啊，这是民众党支持者。那问到那个民进党支持者呢，他们最关心的议题是什么的时候，民进党支持者最关心的呢，叫做经济发展与繁荣。所以等于3个政党的优先选项支持者的看法都不一样。所以呢，就回到这个题目里面去看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就是关于这个像何英路这个题目啦，就你讲到刚刚前面我们讨论到战争与和平这个牌的时候呢，这个其实会被刺激到跟会被动员到的是国民党支持者，因为最关心这个题目的呢是国民党支持者，不是民众党，也不是民进党的支持者。所以换言之，如果只是要动员国民党支持者，这个牌呢，这个只打这件事情，对于国民党在大选中有没有帮助这是国民党会根据自己的策略去做评估啦。但是呢，要讲的是说，这个有趣的是在徐春英这件事情上面，导致看到一件有趣的事情是，这个民众党在声援徐春英，然后呢，连郑丽文都在声援徐春英，然后郑丽文声援徐春英的方式是说，这个你看，民进党果然这几年呢，都一直在打压跟欺负这一些陆配，他是讲陆配。那当然不管讲陆配讲中配，反正这是我们社会上的认同啦。但是这是郑丽文的表态的方式。换言之，这句话表示说，郑丽文代表国民党，然后跟民众党呢，他们都认为啦，想要把这个陆配或中配这一块的选票纳为在自己的支持范围内，所以他们去声援徐春英啦。但是呢，另外一件事情拆开来讲的是，徐春英这件事情有没有知识体大？知识体大啊，他在这个我们讲说民进党或是说泛绿的支持者里面，这一件事情在脆上面的传播是快的做图的也相当多那为什么那样讲？来，第一个是徐春英在2023年的时候，当时柯文哲要找他当不分区立委的时候，很高调嘛，高调到什么程度？如果各位你有印象的话，柯文哲到校园去演讲的时候，学生去问柯文哲徐春英的事情的时候，柯文哲是动怒骂学生柯文哲是动怒呛瞎学生然后呛瞎学生说你知道什么？这样呛学生你知道什么？他什么都不知道，你凭什么评论？哇！你要想说一个以党主席在选总统之姿，然后对台下的大学生呢，用这样的讲话的方式，你等于是在呵斥他所以你想说柯文哲为了徐春英坦到这种程度然后好了，结果徐春英的事件闹出来呢，我们给大家看这个是呢台北地检署的新闻稿他讲到这个徐春英案件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人只会看到上面写的反渗透法这几个字，那你知道看反渗透法就很直接知道说这跟国家关系有关。可是我要告诉各位它涉及到的不是只有单纯的反渗透法，它涉及到行为实在是有够复杂。第一个，它涉及到吸金，因为它有跟他涉嫌担任一家公司的这个监事啦。那担任这家监事的时候呢，这家公司呢有吸金然后卖股票的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它也涉及到两岸的地下汇兑。那两岸的地下汇兑呢，这就是违法的嘛。那很多两岸地下汇兑就是洗钱的管道嘛。可是呢，如果徐春英我只问各位一件事情涉及到两岸地下汇兑，涉及到吸金这2件事情，因为违反银行法，然后呢涉及到洗钱，这都是大事的涉及到两岸地下汇兑，涉及到吸金这2件事情，因为违反银行法，然后呢涉及到洗钱，这都是大事的就算在任何一个政党里面，如果你政党里面有这个担任党部的高阶主管，因为他现在是新住民党部的这个主委嘛，然后呢这个也曾经呢差点是你的不分区立委的人选嘛。如果这样的不管在国民党跟民进党里面涉及到洗钱跟涉及到这个违反银行法，这个坦白说你都不太可能去声援他。但是呢，徐春英呢这2件事情不但都踩到，他还踩到这个反渗透法，也就是说这个涉及到两岸汇兑从中国来的钱，然后跟他违法吸金的部分。
他有没有收到钱，然后呢，在大选里面做出政治动作嘛？因为反渗透法第4条的条件里面，就是你收到来自于对岸的钱，你也接受他的指示，然后在选举里面进行他的特定候选人的或特定团体的辅选的动作。那这3个条件如果成立的话，那就是违反反渗透法啦。那所以对于这个徐春英来讲，他是3件事情哦，等于不同的罪哦，银行法啦，然后这个诈欺啦，然后跟反渗透法这3条罪他几乎都踩到。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出来声援他已经让大家就难以想象了啦。可是在这个时间点呢，你还真的就看到呢这个很尴尬的状况啊。你看这个当时呢，柯文哲当时帮徐春英背书的时候，你看哦，这个图给大家看一下啊。当时这个是2023年的资料画面，柯文哲帮他背书的时候呢，当时在呛人家说，他最近5年有做什么坏事吗？他有犯法吗？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凭什么批评他？哦，这是柯文哲的讲法。那结果呢？你现在连事发之后哦，这个民众党的我们讲立法院党团的发言人陈志涵呢，他竟然也说这个呛赖清德说，又赖给清德说，这个要不要干脆下一个就查柯文哲？这个涉及到违法吸金，涉及到地下汇兑，然后涉及到反渗透法，你们竟然可以把它打成说这个东西是一种政治办案，打成是司法迫害，然后说下一个要不要办柯文哲？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这里面护航他的有点奇怪？然后再来这里面呢，让大家觉得更压抑的是这里啊。是陈志涵讲完之后呢，又有一个人跳出来了，而且这个是一阵子都没有看到特别跳出来的人，叫做黄珊珊。如果大家按照这一阵的印象，黄珊珊在政论的版面上面，其实有一阵子算是比较低调沉浮，都没什么看到。但是黄珊珊在这件事上面呢，跳出来声援徐春英哦，他跳出来声援徐春英，说他帮忙徐春英喊冤，说这个检调是不是想要透过媒体未审先判呐？黄珊珊去声援徐春英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引起大家特别的去注意？是因为在之前就有这样一篇报道，各位可以看在这个地方，在之前就有一篇报道，徐春英当时要被提名做民众党不分区的时候，闹出争议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周刊后来曾经爆料一件事，说黄珊珊曾经问柯文哲说，要不要找国台办来聊一聊，他来找国台办沟通看看。这一件事情呢，你跟现在看到的黄珊珊力挺徐春英来讲，2件事情合在一起看的时候就知识体大了哦。然后再搭配民众党当时对于他不分区立委态度的时候也知识体大哦。然后搭配到现在，民众党现在几乎差一点哦，差一点。我讲差一点的原因是因为你要看到后面这个柯文哲跟黄国昌还有表态，因为黄国昌现在还卡在日本嘛那黄国昌如果在表态的话，就差点要全党挺一人了就是如果这个黄国昌回来带着整个民众党都要帮徐春英背书的话，那民众党就真的是为了徐春英要全党挺一人了哦。那是不是要做到全党挺一人？我觉得妙在这个地方哦，因为党主席黄国昌现在在日本传出了一些有的没有的一些状况嘛。但是呢，在你所谓的有的没有的状况是什么？就跟桌子照相还好啦。有的，你就是这样，没有钱入住饭店，要见谁什么，然后跟桌子照相被诈骗还怎么样？所谓有的没有状况呢，指的就是这一张图嘛，就是拍拍。这个很有趣啦，因为我们好，这个黄珊珊的东西先到此为止。我们先讲黄国昌在日本遇到什么状况。因为黄国昌遇到状况，坦白说，我看到的时候呢，我是觉得蛮讶异的。为什么？因为黄国昌到日本去哦，你说率团到日本访问，然后结果见到日本政界的人士，这很正常嘛？当然，因为日本也有执政党，日本也有在野党嘛。你执政党至少就有现在的自民党啦，有维新会啊。你要在日本的在野党的话，你有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然后你有这个公民党嘛，你有这么多执政党、在野党，结果竟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的党魁要出来跟他见面。然后呢，这一些人呢要安排见面，竟然安排不到。然后呢，安排不到也就算了，为了让行程有个交代这个再怎么样民众党在台湾的立法院里面还是有6席还号称是这个第3大政党，8席有8席有8席，你不要少掉人家2席，可能到这个出访的时候把那2席自动扣掉了。然后呢，你看这个结果没想到，这个到日本去了之后呢，不但见不到人家的党主席，见不到人家党魁，然后只能够跟人家党主席的椅子合照。好，这个状况呢，让大家看了会觉得非常的压抑。那压抑的原因是因为你知道这个现场为什么我把这张图让给大家看，是因为你看下面这张图，在日本的小学生到自民党去访问的时候，也可以坐在那张椅子上面拍照。不是只有你这个政党可以到现场去跟他合照，是小学生到日本自民党去参观的时候，也可以坐在日本自民党总裁的位置上面拍照照相。那是参观景点真的，因为总裁
办公室是在首相府，对啊，住的是官邸，这边就是那个观光景点，这是对观光景点，自民党办公室，日本的国会其实也可以参观，所以他们现在变得像是跑观光客的行程，你知道吗？然后呢，光是这样子，大家已经觉得很夸张了。然后你再看这边是民众党的台北市议员陈佑成，就直接坐在这个高市早苗总裁这个位置上面，然后拍照，他就像这个小学生一样哦，就是到此一游，留下一个打卡拍照景点。那这个都无所谓，就是你高兴就好。但问题在于说，好，这里面有2件事情。第一个，这个民众党方面呢，尤其像徐府他们显然对这件事情不太满意，要求外交部要提出来做说明。这件事我看了真是惊呆了呢。你知道这个很多这些政党出访的时候要安排，是透过自己的人脉去安排到去见日本的这些政治人物哦。因为你没有互信基础的话，日本的政治人物，比如说这个日本的这个在野党的领袖，像这个自立宪民主党的野田佳彦，人家为什么要跟你见面？那高市早苗为什么要跟你见面？没有足够的互信基础，跟你见面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你总是要有人去穿针引线吧。然后最尴尬在这里哦，柯文哲在2023年出访日本的时候。是几乎很多人都有见到，包括日本自民党的副总裁麻生太郎他也见到哦，立宪民主党的党魁他也见到哦，所以当时柯文哲去不但能见都见到，柯文哲还不是只有在这个总裁桌上跟小学生一样在摆拍，柯文哲还到松下正金书前面去照了一张相哦。那柯文哲这一系列有没有人帮他做安排？当然有人帮他做安排嘛。因为他当时的前市府的办公室主任市长办公室主任谢明珠，因为他就是在日本有经营自己的事业 ，OK， 所以他帮他做安排。好了，那你就要问一件事喽。民众党在2023年的时候有一个知日派可以帮你们去做行程的安排，见到日本的政治人物，所以你们都知道要去跟日本政治人物见面，中间有人穿针引线。那请问为什么到了2025年的时候，你们见不到日本的政治人物，你们这个反而是？跳过来指责外交部，说你们外交部该做的事没有做好，这在大家怎么看都是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呢？难道是柯文哲没有把自己的人脉交给你吗？还是这一个人跟你们民众党已经走向不一样的道路，然后走向不一样的道路，你们也找不到其他新的人来带路了？但东豪，如果你真的讲说有一个合一路的一些事情，某种程度那已经是晴空乱流的感觉了，加一个虽然是不同政党，但是加一个徐春英这些事情。对于很多，然后你现在去修国籍法的所有这些，对绿营来讲就好啊，你们继续没关系，你就继续，反正我就坐在这个地方，感觉上票就从天上掉下来那些感觉。绿营一定有很多人，红姐也不要笑，绿营一定有很多人，他就是这样一些思维。蓝营的人难道或白营的人难道不知道这些东西某种程度在大选上面是应该要去考量，到底要怎么样避免这样一个弱势吗？这些刚讲像徐春英这些事情。陈川的直接反应，他不是有讲一个说，难道就只能支持在野党，然后国安就是要办吗？或是他不是讲说，是不是要直接对柯文哲怎么样？柯文哲现在不是主席啊，那为什么讲柯文哲？那我们不是讲现在，因为柯文哲比黄国昌重要，他叫老大。OK， 好，他是老大。好，那这些呢？尤其在未来，2026、2028很快耶，非常快，非常快。你可以看到台湾社会现在我们有开始慢慢形成大议题的结合了，这些大议题会逼着你每一个人，去面对一些你不想面对的事情。怎么讲？要面对不愿意面对的事情啊？比如说刚才义夫或者小平他们，我们在聊的那个一中的问题啊，其实它隐隐约触动我们心里面的几个东西啊，它会彼此纠缠啊。比如说战争跟和平，战争跟和平一定会纠缠我们。那比如说统一跟不统一。这是并存的，就是战争跟和平嘛，然后你要统一还是不要统一嘛？我没有用到独立选项，因为赖清德也不会去宣布独立哈，就是它这些东西互相纠缠，然后当你把1.2兆放进来，当你把国籍法的修法放进来，它都会触动这些东西，然后每一个人心里面就开始那个天平啊会开始跑，什么时候这个天平每一个人会确定下来我不晓得，那从现在开始跑。对于各自的基本盘影响不大，当然，所以讨论基本盘意义不大。民进党一定支持啊，1.2兆啊，国籍法。相对的，国民党因为民进党支持，国民党就要反对，它就形成这样，那就看中间这中间的票，中间的选民，要么不关心，要么最后被迫面对，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经过各方压缩之后，它会越来越少。这个过程要走是在2026年的投票你会看到，还是2028年？
的投票你会看到，我比较猜是在2028年。为什么？因为从赖清德总统那个1.2兆讲出2027的那个这个数字，其实不是只有赖清德讲，郑丽文国民党新科党主席也讲啊，2028不一定不一定有和平的选举，和平的选举，那什么意思？2028不一定有和平的选举。我记得当时国民党怎么帮郑丽文圆这件事情，你知道吗？他拿美国国会的那个报告，说2028年是最危险的时候，2027发动战争最可能的。说我讲的这些事情都是刚发生没多久，就郑丽文那时候讲了2028，讲了不止一次。国民党也知道这个会有麻烦啊，所以才要拿美国国会的报告来帮郑丽文背书嘛，国民党也知道这个会有麻烦啊，所以才要拿美国国会的报告来帮郑丽文背书嘛，当时讲话的背景是在这样子嘛。好，可是所有东西沉淀下来会怎么样？这就是未来这2年非常我觉得会非常诡异的发展。我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那么讲啊，就是说两大阵营各自的制造意外的能力都很强。国民党小平他们也不希望何英路出来讲那些啊。吴哥，我从来不认为何英路有那么重要。何英路只是这个在堆叠的过程中，你看到最后的那一朵火花。没有那个堆叠，这个火花。你说从前面郑丽文、邱季什么一路堆上去，所以有能量的不是何英路啊，他是最后。但是他是最亮眼的那一刻，他是最后，因为他是最后那个火花，他是最后被点燃的。有能量的是那个党主席。像国籍法的事情，中配也好，或陆配也好，他的参政怎么办？可是眼前这个处理方式，刚好是最直接又粗糙的。因为没有第三种思维，就像。丁晓东好，可是以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票，如果我们把蓝白看起来还是绑成一块的票数来看的话，那一定会过啊。如果以这个票数来看，这么讲，当他过，我先讲一下。可是昨天像昨天连行政院长周荣卓院长针对，这显然就是现在政府的态度嘛，是不只是内政部长了。是昨天卓院长在节目访问的时候，他也直接讲，就那忠诚，这是中华民国公职人员，那这是唯一要的。没有什么第二条路可以走，一定就是那效忠中华民国而已。中华民国以外的，他觉得都是这样。他昨天也是这样表达。因为走到现在就只有这样子。那个要有第三种可能的，都不能走到这个阶段。那未来怎么样？我也知道一定会过啊，国际化一定会过啊。过了以后，因为国民党主导，后续的东西就要承担了。不是每一个中配都是何英路不是每一个中配都是像徐春英徐春英的事情更简单，他帮黄珊珊站台，黄珊珊不出来帮他讲话，道义说不过去。回过头来，他涉及到那个吸金案的事情，他当时是监察人。好，旧案，因为当事人已经入狱服刑。为什么这时候要办他？为什么？新北地方法院法官怎么裁准收押？至少2个嘛，你要么串证，要么灭证嘛。你总要有这个东西给法官看嘛。那后面你就等起诉，起诉了以后看起诉书够不够。但是何英路为什么你会看到黄珊珊？人家帮他站过台了。那你说要洗钱不会洗1000万啊？所以那1000万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现在只能等。好，那你再看检察官这段，其实也不复杂。你起诉的不好。你就会让民进党扣分了。柯文哲的时候，前面声势很好，为什么后来被扣分？最大的一笔钱没找到。我们看完都知道啊，最大那笔没有啊，当然会影响到大家很多人对柯文哲的看法，所以后来柯文哲的民调有反弹回来。
那柯文哲反弹的时候谁受伤？赖清德受伤，不会是我受伤啊。那可是国民党会因为这样子捡到便宜吗？也不一定。不过现在看起来，刚才仲豪既然讲那个许春英上街，所以为什么一开始我就要讲说，大家不要因为一个何英路的一些发言，然后许春英的一个案子，因为许春英案子到现在，民众党有说希望勿枉勿纵，然后不要有人政治操作，那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去污名化了，不管你叫中配叫陆配，不管你要怎么叫，因为所有人来讲，尤其刚刚讲拿到中华民国的身份，然后在这有很多人非常多年，那也不是政治人物，也没有那样一些想法，大家不需要这样。但是如果讲许春英这件事情，地检署的新闻稿在这。本案经检察官讯问被告徐某等人后，认被告第一个涉犯银行法125条，然后刑法，然后刑法这些罪，反渗透法第4条第1项，受渗透来源指示资助，为直辖市市长候选人、总统候选人站台造势宣传支持；反渗透法第9条，渗透来源指示委托为直辖市市长候选人站台造势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实足认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依法申请羁押禁见。至于地检署因为这个样子申请羁押，法院裁准，那但是有没有涉及犯罪什么？后面看，只是小平第一个，从刚才讲到，你说从何英路到现在徐春英这件，刚才青黄讲说，包括国民党党主席也有声援，再加上你说赖总统那这2天提到的1.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马前总统直接说怎么样？现在是宣告战争状态吗？所以这些都是跟两岸之间的氛围会有关系的。来，所有都是为了两岸，为了2028的选举的胜利。你觉得这是为了双方都在操作意识形态？我先讲吴子嘉的说法，徐春英呢？但吴子嘉的个性就语不惊人死不休嘛，他敢说嘛，也敢被告嘛，对不对？好，可是他的方向呢是正确的。简单讲，在操作赖清德在操赖清德，请问你？赖清德比较左边还是这个蔡英文比较中间？都是民进党的总统。然后这个蔡英文的两岸的政策哈，他政府比较不清廉，这个是比赖清德差的地方。他的政府呢比较中华民国在台湾比较安全，比较中间，没那么决绝，对两岸带来比较少战争的比例，这个是跟赖清德比是好的。好。那赖清德是很左边，所以不管是徐春英，不管是2026、2028，所有今天讨论的，从第一个字到现在最后一个字，都是赖清德打一场一边一国的圣战。赖清德在操作意识形态的文化大革命。然后你知道什么人最开心？你知道吗？谁？什么样的人最开心？任性的人。有钱人就任性嘛。美女就任性嘛。总统也任性，为什么美女就任性？因为很多人捧着她，就可能培养出公主病。从小父母爱她，然后很多男人追她，就开心嘛。我就正妹怎样嘛？任性是一种快乐的事情。他现在都敢叫他内政部长讲一边一国啊，然后改户籍中正路什么路，弄掉中山路，连国父都对付了，他开心嘛？他知不知道这样做他比较不会连任？他当然知道，他又不是棒槌。但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就是要这样做，我爽，我就是要搞台独，只是我不能宣布台独。可是我能做的尽量切香肠，我做到。对，小平，如果你说2028连任以后第2任的人任性一点或什么，他还没有到第2任，你说如果他知道赖总统知道这样做可能对他的连任会有影响，谁会这么任性在这时候？如果有你讲的这样，可见他多台独。多台独，甚至殃及他的，连洪建宇来补充一下，殃及他连任的比例，他都要干。这叫意识形态。你看一下摄影机有没有看到赖清德？我讲的每一个字都是切实可跟黄国昌讲的两件事。我觉得柯文哲在看你，不是赖清德。好，来再回来，然后呢？徐春英对不对？3年后才办，怎么？我相信不会完全没有证据去给人家收押，我觉得不敢呐。我这讲的很中性吧，但。吴子嘉可是吴子嘉讲的方向是对的，就是为什么搞了2、3年后才动他？这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讲万变不离其宗，就是打一场一边一国的胜战。我不仅要搞台独，我还要打赢。好，再拉回来，包含武器。请问你做民调，57%认为说台湾也不见得一定会打仗啊，那增加点武器买是赞成的。这叫主流民意。因为50几%了嘛，而且是 T 台做的，那可能正常可能已经60了。
那个时候，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我现在国防预算再加一点，那也别超过3%。那我们的 GDP 26兆，那你可以搞到个7、8千亿，别超过9千亿。我跟你讲，国人是善良的，你就增加买军，因为也很讨厌老共武力犯台的，也安全一点。我认为这主流民意，但你要答应川普搞到5%，川普要我们10%，就7.5%成交，而我们的一年的 GDP 那样的比例，一年的这个税收中央税收3兆，那你搞到2兆去，然后其他所有的建设全部停摆，就像汉武帝打匈奴那样，需要这样子吗？如果搞成那样，你看民调剩几%，就50几%反对他了。取法乎中，不要搞过头的，你不能搞到台湾民穷财尽，台积电也去，然后还要听说要缴4000亿，税才降一些，哎呦，不这样，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跟老共决绝，谈都不想谈，我只能靠美国，我也想靠美国，我只能这样搞，所以我才能活下来。他把自己搞到这样子一个极左的一个方向。这非台湾之福了，我觉得。来，建议要回应一下，包括小平刚讲那些数字都是现在发生的吗？什么3兆搞2兆，所有这些数字都是现在的一些正确的一些数字吗？或是赖总统会像小平刚讲的，就一路为了这个样，然后连任不连任这些都不在乎吗？2028离现在我说真的还蛮远的。我们现在目前要面对的是2026的选举。那你说2028现在徐春英的事情拉出来，好像就又是赖清德又在操作2028，我觉得有点太不可思议。台湾的司法，现在的司法单位不像早期可能30年前国民党威权主义时代的那个司法的一个行为作为。现在如果依照地检署的说法，徐春英的案件他本来就该办，因为反渗透法多严重。第二，他伪造文书跟银行贷了2000万，但是假的，这种人还不收押，他有没有可能灭证？也有可能。所以你把他整个拉回来，包含到说全部是不是因为民主进步党要现在执政，为了2028，我觉得有过之啦。那我念2个，郑丽文主席直接讲赖清德在无情追杀陆配，然后呢，那个陈灿他就直接说赖清德政治迫害，台湾已经不安全了。其实这2个人，陈志安现在所讲的事情，我个人认为可能都为了她老公吧。所以她现在所有的发言，你一个办公室立法院办公室主任，你能代表民众党出来讲什么？我合理怀疑嘛。公告贝阿姨就是想要出来拉她老公的声量，那算嘛，同选区她票高，我容易当选我无所谓了那至于说黄国昌最近的什么到日本去这些笑话，我为什么要讲3次？因为人家根本不理他嘛。第二个，他是出去避风头的嘛。那郑丽文讲到说，现在办徐春英等等无非他们就是一方面要表态给中国大陆看，一方面又要认为说我是党主席，我要发言，有要对这件事情有所表态。总而言之，现在他们只要打赖清德，就可能有支持度。现在看起来，民众党、国民党的范围是那个方式是这样，但我还是要严重的澄清一件事情：2028真的赖清德要操作，也不用现在操作。民进党难道真的文宣的操作手法有这么的粗劣吗？不会啦，很多事情是当下你们要这样解释。好比说柯文哲看着镜头，黄国昌解释说赖清德在看着他，那一样的问题吧，被迫害妄想症自己的思维很奇怪。我只能说，民主进步党现在我们重点的还是在国事的里面，国事会议里面，你要把中配6改制等等的相关一些不合理的那个法，应该要好好大家来讨论。那看起来那方面的攻防大家没意见，但是至于说这个政党现在无情的在抹黑啦，在所谓的一个污蔑民主进步党，尤其是赖清德，我觉得不可取。那小平刚才所讲的，我还是一句话，小平大家都同党议员，对事情看法不一样。我只认为2028现在在讨论这个有点太早，先把2026的事情，蓝白合是大家关心到底真合假合。那现在民众党出来所做的，完全就只是在操作。第一，柯文哲付出的 tempo。第二个说难听点，也怕黄国昌跑了，只要到了副市长就跑不掉了。他那些冲粉不会留在民众党。总而言之，每个人自己心中的算计我们尊重，但民主进步党现在还是要针对国事。难道我们增加武器不对吗？
国防我们8年1.25兆不对吗？难道你现在像徐小新讲的啊，我们要打仗了什么之类，如同吴峥昨天在某个节目里面讲的很清楚，你买人寿险，你难道是保障明天就要死了吗？难道我们增加武器不对吗？国防我们8年1.25兆不对吗？难道你现在像徐小新讲的啊，我们要打仗了什么之类，如同吴峥昨天在某个节目里面讲的很清楚，你买人寿险，你难道是保障明天就要死了吗？对不对？你买汽车的保险，难道你是说啊，我明天撞到，其实就是预防嘛，预防胜于治疗嘛。那中共每天对我们这样威胁，难道我们不预防吗？不要再把这个操作说民进党到底要等的问题，我觉得不公平。OK， 其实刚才庆王前面讲到，那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到日本去访问，因为是主席带团出去访问，对不对？东豪创夏跟一夫3位政治跑了这么久。那也有随团出访过相关的一些经验。一般来讲，不管是总统出访或是政党主席出访，一定在跟相对的，刚刚讲到，不管执政党或者一些在野党啦，或者因为每个国家也都有所谓的友台小组啦，或什么类似这些，一定是去以前都会安排吧。因为我当然会希望我去，然后有新闻就是出口转内销嘛，出来去以后，然后有很多新闻会回来在国内讲说这也对拉抬政党嘛，那怎么会出现？刚才讲的那些状况，三位资深媒体人，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跟你们以前跑的经验，比如说黄国昌根本没有跟日本政坛主要政党政治人物联络的窗口啊，那为什么要去呢？我就是说去一定有安排才会去啊。哦，不一定啊，因为像怎么真的是拿去日本观光吗？毕业旅行吗？柯文哲那时候不是有一趟去美国啊？他那样去美国就有很多行程是没有安排的，是到了当地以后才临时想的。对，也许有一些你会，可是你还是会有一些安排啊。对于台湾民众党的安排能力，有时候要这样思考一下。他们蛮随性的，好不好？这个基本上跟自由行，自由行。因为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如果黄国昌跟以前的一些老独派还不错的话，老一辈的那些独派的往上还不错的话，你知道台湾的独派啊，跟日本自民党这些的老一辈的人其实是很熟的。比如说最起码，不在政府第一线，好，因为他是台湾第3政党的党主席嘛。如果他那个关系还在的话，他也许有机会事先安排到麻生太郎。你要知道，高市早苗这个联合政府，他能够取得自民党党魁啊，对，麻生太郎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是，所以他是造王者，是。然后安倍2度执政后面第一个最重要的支柱也是麻生太郎，麻生太郎对台湾很熟啊，而且他的熟不是你不要以为他是熟民进党哦，不是哦。麻生太郎跟国民党的，像以前老一辈的，像王金平他们都很熟。王金平、李鸿钧他们都非常。然后麻生太郎他的书法写得非常好。不是你们刚才讲的都是大家想象是这样子啊。可是如果要讲的比较宫廷剧一点，我们柯主席没有交接给黄国昌。因为柯主席是有见过麻生太郎。麻生太郎来台湾的时候。也找过柯文哲柯主席，麻生太郎来台湾那次，他连侯友宜都找，麻生太郎因为不在政府的第一线，他相对没那么敏感。你这个时候去找高市早苗，叫做不可能，因为他是现任首相，他不能做这件事情。不，可是来上高，简单讲，以你自己的经验，我就讲，就算好，现在你说东豪讲独派的跟黄昌，也许因为不晓得他们关系现在怎么样，不晓得现在关系怎么样。可是蓝白很好啊，蓝营一定在日本国会里面也有很多的就是我还是回到那句话，你自己想想，你如果是一个党主席，你带团呢出去，然后媒体上面写的这些，刚才青王讲，因为他们还要回头讲外交部，你给我解释，显然这个有点怎么会是这样一些状况？对嘛？我如果没有安排好，我就干脆不出去啊，我没有道理，我出去以后，然后人家讲我是自由行。然后我讲说，我坐在那个椅子上，你说我是连小学生都可以坐那种，我为什么要让人家讲这些？为什么？
不，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有没有正式小学要求生坐在这？里你有没有正式要求外交部协助？第一个，而你要求外交部协助的时间又是什么时候？你总不能说我出发前3天说，外交部你帮我安排一下嘛，所以他们在指责外交部的时候，我只想问一件事：你们什么时候请外交部协助？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你是以民众党主席还是以立委要求协助？这有差别哦。好。然后当然，黄国昌去的时候有没有请蓝营协助？然后蓝营里面真的跟日本熟的人要不要协助他？好，真的跟日本熟的，可能日本老少都有，监察院副院可能就是讲那个，可能就是讲黄国昌太空 C 的那一个人哦，很有可能哦，谁会？那真正跟日本熟的谁要帮他嘛？好，你去看哦，以前台日国会里面。对老一派安倍晋三等等老一辈的安倍晋三每次来的时候，一定在官邸跟王金平吃饭。安倍晋三还走进立法院的议场，然后这一些老的大概都是王金平熟，年轻一点大概就是监察院的副院长熟。你不要忘记，监察院副院长还出来骂过这个蓝营嘛，蓝白嘛，就说那个财产公报那个什么什么申请，那是你们3的预算啊。贵啊！你记不记得安倍那个时候在马英九时代来的时候，还偷偷跑去跟吴冉他们？对啊，一起有没有喝酒吃饭？一起吃饭啦，所以他们日本他们对我们很熟啊。对，他们很熟啦。但问题是，黄国昌你要去，基本上你要求见面过程中是什么？外交没有真正你说外交里面比较够分量的，没有说你到了日本再来说安排。当然，有没有？那就很简单一件事，你急着出发干嘛？对，所谓何来？我就觉得他们就是看事办事啊。就我到了以后再看你们安排怎么样啊。我觉得就这样啊，否则你看他只看了那个自民党的议员，把他带到办公室拍照，这是观光景点。你只要是国会议员去拜访自民党的国会议员，说我要看你们总裁办公室，他就会带你去。好，一点都不重要，来到这里一点都不重要。因为总裁大部分自民党的总裁都坚守乡，他的办公地方是在官邸跟公邸嘛。OK， 他根本不会在这里嘛。所以我觉得只有一件事。他们真的就是定完了时间，是不是定完了时间再要求安排，然后去的时候看事办事，唯一可能性就只有这样而已。OK， 那当然这些对大家来讲的话，就是讲说一般的常为什么要请教，包括资深媒体，因为大家都看过非常多的一些这些，怎么会是这个样？可是来创下，现在对我们来说，刚从面包括两岸关系、意识形态一路走下来。我们当然有很多，除了1.25兆，你说国防特别预算，前一阵大家不是一直在讨论那个小局书，就是我们的安全指引这些，是真的已经发下来，已经开始发了，对不对？我拿到了好几天了啦。对了，小局书对。不过先讲一下，因为我以前常跑行政院嘛，对，跟出去很多次嘛。然后今天你会看到是，就算是阿布达比跟我们关系没那么好都有能力找到一些警察局把这个情况弄清楚嘛。所以不要小看我们外交人员。他们驻外的，不管是经贸的，或者是所谓的办事处，都有这个能力。就你如果真的有请他帮忙安排什么什么这些，也不会像这样，也不会这样子。所以第一个就是显然他们是没有透过这个正式的管道让外交部愿意协助，所以这个事情是一回事。因为那个就你讲的可能是自由行啦，避风头啦，没有啦。我猜柯文哲没有交接，不是那个，你只要出去，你只要跟他们讲一下。他们都会处理，就算阿布达比，对不对？都很有办法的。然后，但是呢，这个讲到小局书，我就有点惭愧了。为什么？我说好几天前在家里回到家的时候，那天那个李明轩在讲话的时候，好像第2天吧，我就拿到了，在我信箱里面。但是以我还算有过目不忘能力的人，我翻了嘛。对啊。但是我想不起来有什么重点。这叫我的惭愧，因为我基本上是过目不忘。我看了，但是我竟然记不起来有什么重点。据说36页。
36页嘛左右吧。但是想不起来有什么重点。里面不是有一段，就是如果遇到什么广播，因为什么17页啦，就是说对你就讲，比如说投要投降的那个假讯息。可是我跟我老婆看以后，我们比较关切的就这一页了。这是什么？救难包。救难包。对，我们就想说，我们哪一天要把一个什么？要准备什么？拿一个登山背包拿出来放着。其实这个东西其实这里面当然其实对一个国家来讲，我们本来台湾就是个危机社会，我们本来就有一个不友善的邻居，所以呢，是不是要做这准备？因为最近这几年常跑欧洲嘛，欧洲也确实也不是随便掰的，他们都有，但是坦白讲。你就有时候你做这个安全指引手册，你就一样的清晰而明朗，然后里面包含是，如果你手受伤了什么要冲啊，要洗手啊或什么的，我刚才特别再翻一遍，你连这个细节也要去讲，然后就是，所以你这里到底是为了是海啸来了，因为它里面有讲到海啸，还是为了飞弹哪来了，还是解放军登陆了，你总要讲清楚嘛。然后后面一个呢，还有就是说，你记得你要用 QR code。你到时候要避难的时候，请记你用 QR code。我会觉得这个手册其实好像不是对一般来讲，在那么紧急的时候这么 friendly。然后后面还告诉你说，各种警报的声响是不一样的，噪音是不同的，几长声几短声。没有，我就觉得政府当然应该做这件事，但是做的应该让大家非常清晰而明了。你到时候不会在那边翻36页哦，现在到底是属于海啸情况，还是不同的？我来，那时候遇到的时候来不及。我仔细想一下，我刚刚听到的是3长声、2短声，还是1长声、4长声？我来不及了。对，我就觉得，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政府该做，也不要讲说，可是如果你做了以后，你达不到那个效果，或全民很多人拿到这一本之后没有感觉。那个东西其实那才是真正的危机，所以当危机来临的时间，不是你没有安全指引，而是你的安全指引没有达到你想要达到的效果，而且我们也看不懂你的效果是到底目标是什么的时候，那个真的是一个真正连危机怎么告知都不知道的一个危机。但金网，如果这样讲的话，其实对大家来讲，因为陈忠政委最近有接受一个访问，然后被偷拍的那件事情嘛，对，他讲说他有去提告。他甚或也直接点名了黄国昌这些。那黄国昌跟柯文哲最近大家的重点是摆在柯文哲是不是真的强势回归复出？然后那个复出对于，因为你刚刚有一句玩笑话嘛，那个毕业旅行嘛，对不对？是不是？那你刚刚的玩笑话。但是从这些里面，但你讲黄国昌主席，他在新北那个看板也出来了，人家是很认真在做这些，不是吗？哎，这个很认真做这些，我这样分几个部分来解释啦。就是说，第一个五哥刚刚讲到的啦，就陈时中呢，对于这个狗仔跟的这个行为啦，他要提告啦。因为之前提告的那个王义川啦，王义川提告这件事情是大家确定的啦，然后也很确定，就是说这个当初跟监王义川那几位狗仔啦，名字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啦，因为他们在那个不起诉处分书里面都有啦，所以等于说那几位狗仔的名字是有的。第二个，这几位狗仔呢，他们的劳健保当初查出来是在凯斯国际项下，这两件事情都是确定的事情啦。所以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脉络，再加上呢，这个2022年的时候呢，有一个被跟监的受害者叫做陈时中嘛，所以等于陈时中呢对这件事情他也提告了。那他提告的行为其实代表说，后面这些人呢，你也是要再跑这个法律程序一次啦。在跑法律程序一次的时候，大家对于整个脉络会看得更清楚啦。所以等于说这件事情对黄国昌来讲，他是不是一个对他有影响的事件？他当然是。好，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是黄国昌的行为现在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现在要特别谈他的行为？是因为这个他去日本的这个事情是真的很有趣的。就刚刚东豪哥用自由行来形容，所以他很像是毕业旅行加自由行，就是既是去毕业旅行，又是去自由行。因为如果他的2年条款是真的的话，那他时间应该是到1月底的时候。虽然1月底他立法委员的任期就算到了，但是呢，他还有一个党主席在。但党主席的职务呢，他跟柯文哲会呈现什么样的竞争合作关系，这个很难说。为什么这样讲？来分3个部分来讲。第一个，柯文哲有没有露出啦相关的消息，有没有放消息啦、放新闻啦，或是透过他们民众党的党工释放出来柯文哲可能要付出的消息，有吧？很明显嘛。他的党工丢出了他一张 AI 的照片，而且是背影照，对，你要知道背影照如果不是柯文哲当事人同意的话，丢背影照出来是多不礼貌一件事，那表示你在偷拍，所以表示当事人是有同意的，所以丢了这个背影照出来。第二个，
陈佩琪在话语权上面呢，这个已经连续一段时间呢，好，过去黄国昌都还可以代表柯文哲讲话，现在是完全拉回来陈佩琪自己身上，所以显然话语权啊，那一只大喇叭，这个对柯文哲来讲，不想让其他人代言，只有他自己人才能够去讲。好，陈佩琪出来里面最重要的那句话就是感谢。我们在军中都知道这个叫做褒扬令或声中状。给完了之后就到此为止哈，之后都是我们说了算，不是你说了算。好，过去的发言感谢你这样，所以等于说你可以看这个陈佩琪讲的话啊，陈佩琪发了脸书，然后跟其他的这些不铺陈，大家都铺成一个柯文哲他可能会浮出来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二个要讲的。那第三个呢？你看啊，这很有趣啊，因为对黄国昌来说，他不会希望他的政治生命就到1月31号就结束啦，不当立委之后他总是需要有舞台嘛。但在这个不当立委、当个党主席的舞台上面，他跟柯文哲之间会不会有竞争的地方？我光问一件最简单的事情，到时候去跟国民党的谈判，好谈好的游戏规则，不管要比民调还是要比什么，这个像2023当时不是有讲，国民党不是有提出一个，好说这个叫一个比民意式的方式，不是全民调的方式，另外提出一套选举的模式。那不管是哪一种模式啦，光是要谈这些内容细节的时候，请问是黄国昌说了算，还是柯文哲说了算？然后，如果你是国民党的话，你一定希望跟能做决定的那个人做主来说了算嘛？那请问能做决定的人是黄国昌还是柯文哲？这个到时候一翻两瞪眼呢。1月21号、2月1号过后，马上就要见真章的事情呢。所以等于说，对于黄国昌跟柯文哲来讲，2月1号之后，如果黄国昌不当立委的话，这个在党权事务上面两个人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很快就要见真章了。你一定希望跟能做决定的那个人做主来说了算嘛？那请问能做决定的人是黄国昌还是柯文哲？这个到时候一翻两瞪眼呢。1月21号、2月1号过后，马上就要见真章的事情呢。所以等于说，对于黄国昌跟柯文哲来讲，2月1号之后，如果黄国昌不当立委的话，这个在党权事务上面两个人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很快就要见真章了。那很快就要见真章，那对黄国昌来讲，他现在在铺陈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黄国昌现在做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新北市长这一局啦，到底要怎么办呢？是要继续选下去呢，还是给自己一个漂亮的下台阶啦？因为我目前知道的是，好挺李四川啊。刚刚小平说，如果不挺李四川的话，他可能会死得难看。那你知道现在我所知道的支持李四川的这些人呢，讲得很清楚啊。他们说李四川呢，现在就是等着辉达的事情 MOU 签完之后。3月之后，李四川就要开始专心在选举行程上面。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他们就没有把黄国昌要选不选这件事情当作是主要的事情呢。那换言之，黄国昌要么跟国民党要不要谈一个自己的下台阶，要么自己铺成自己的下台阶。那不管是哪一个，他就是要下台阶。那除非他要选到底。问题是要选到底这件事是黄国昌优先选择吗？柯文哲会不会叫他选到底？可是这上是我讲，你觉得有可能？我觉得，因为柯文哲跟黄国昌，你觉得风格完全不一样。大概类似讲的这样的话，把它当成一个锥子，你知道吗？这个是第4点我要讲的，因为黄国昌，因为上次我讲过，黄国昌呢，他有一种状态哈，就是不管他主观意愿如何，对柯文哲来讲，你选到底。对于民众党来讲，才有跟国民党叫价的筹码嘛。就我跟你还有谈的机会嘛。没错。然后呢，同样的模式哦，你去想哦，同样的模式，柯文哲有没有玩过？柯文哲有玩过嘛？柯文哲在基隆弄了一次嘛，当时叫邱成远继续往下选嘛。那看起来不知道因为特殊原因呐，特殊原因是看跟这个起诉书有没有关系啦。就反正邱成远后来是没有要选的嘛，然后后来民众党给推了一个副市长出来嘛。那基隆是这个模式。新竹市也是啊，新竹市也是要高虹安选到底啊，而且高虹安选到要一开始选的时候，当时高虹安民调不是第1名哦，民调第1名是国民党的林耕仁哦，但是他还是要高虹安选到底哦，所以等于对柯文哲来讲，只有逼到底之后，才能够逼出国民党的底牌嘛，所以同样的模式。柯文哲会不会拿着黄国昌压着黄国昌再去复制一次？这个是有可能的事情。清华刚讲的，小平我要简单回答，蓝白合真的会走上，因为现在看起来未来到底是谁能主其事，柯文哲还是黄国昌？这些对你们未来的蓝白合看起来变数很多吗？这个是真是一个大哉问。我跟你讲，第一个变数是看起来柯文哲有主导力，不然2月1号黄国昌依然还是会有是立委，包含林国成什么张喜甲都想留，但都留不住。显然柯文哲是主导的，第一件事。第二个是太阳，最大一颗太阳。第二，他一审3月底一审被判10年以上10年以下，关乎重大。如果他可以选总统，他更有权利。这是第二个分析。
第三个分析是黄国昌如果想下车，柯文哲不让他下车，作为是柯文哲讲还是他幕僚讲说，那8、9月再说嘛，有这样的一句话，8、9月再说，那我们都不用提名了，本党。还有，请问你8、9月再说，你知道登记最后一天是8月31号，登记到9月4号，是不是错过李四川的登记啊？还不说8、9月再说，这就是玩笑话。3月底是一定要做一个这个分野的啦，对不对？然后我们他也差不多3月要参选的啦，李四川要过去了，所以他讲到8、9月，显然啊，他是不是黄国昌，你2月1号不是立委了，而你是一个小太阳哈。张宇的小太阳，他现在变星星了星星好，然后只是一个光杆党主席好了，然后可是提名权什么都还是阿北身上有强大影响力。第三个，你已经弱很多了，不是立委还派你去搞到8、9月等你选新北作为谈判的筹码，那个下场哦，那是很苦的哦，那是油麻菜籽哦，我说黄国昌的命运哦，就很辛苦啊，所以大家可以，我觉得方向是这样走下去，我的判断，那看大家看看了是不是这样走？在未来国内政治环境目前看起来，蓝白合大概是一个主轴，对绿营来讲会怎么样的应对？这个是2026、2028大概都会是不断重复的出现的一件事。可是刚刚一开始有讲，清华。背景可不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下？因为大家看到那个画面真的非常难过。香港鸿福苑大火，那8栋大楼真的是旱地拔葱起来的，那个密密麻麻，那个所有那些住户，一场大火，这是香港大概近77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对，而那个过程，大家就在讲，你明知道他那个地方应该在做，你光看他外面那个遮布啦，所有那些，那个火一烧起来，一定就是野火燎原般的啊。对。这个香港，我们先简单讲一下哈，就说给各位看的画面啦，因为看了其实会很惊悚啦，因为这几个都是香港大火的画面啦，包括你看这2张，我同时并列给大家看，好，你光是看这2张，这个是火焰烧起来的样子，这是可怕。然后呢，即便在火焰没那么大的时候，光看到这浓烟的画面也是很恐怖。所以呢，整个事件到目前为止，至少有83人以上死亡。那死亡人数我猜还在增加当中啦。那为什么这样讲？跟各位介绍一下哈，这个出事的呢是香港的这个公屋啦。因为那个我们叫做国宅，他们叫公屋啦。那香港的公屋这个叫鸿福苑啦。那因为呢，它是在40几年前所盖的香港的公屋。那各位可以想见一件事，在当时呢，就是因为就是说香港要供给房屋这一件事情上面呢，这个人很多，但是供给追不上，所以我要大量的新建公屋来追上香港人的需求。所以呢，这一栋鸿福苑呢，当时盖了8栋啦。那8栋总共有几户呢？总共有1984户。所以这8栋的公屋里面住了多少人？住了4643个人，所以等于数量是非常的可观呐。那如果你要用人口密度来看的话，这个香港的特定地区的人口密度是比台北市还要高的。台北市的人口密度大概是9000人左右，但香港特定地区，比如像观塘区的那个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是可以到上万人的啦，甚至到2、3万人以上啦。所以等于说，香港本来就是一个人口密度高的地方，但是在公屋里面，它又是高度把人就是在聚集在这个公屋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8栋呢有4600多个人在里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83个人可能是到目前为止的数字，实际数字是有可能会再增加的。好，那再来谈第二个是谈说，那它为什么会出这么大的事情？首先，各位从这一张图可以看到一件事，就这一栋40几年的公屋呢，它正在做这个外墙的整修了，也就是说呢，这个房屋老旧啦，40几年快50年啦。那对于香港来讲，这些公屋呢是有香港的房屋署在做管理的。那香港房屋署在做管理的时候呢，实现到去做外墙的整修，做外墙在整修整理的时候呢，所以你就可以想见他会做几件事了。一个是你在做整修的时候呢，因为怕影响到住户的窗户，所以窗户外面会铺上泡棉，泡棉外面呢要把这个竹子的鹰架把它架上去，架上去之后呢，你等于说大家这个施工才有卡楼可以去做相关的这个后续的施工。好，那问题就出在于说，到目前为止，港府所发现的事情是说，这个看到说他们架起来，各位可以想见铺了满满的7、8栋这么大面积的这些要整修的外墙，这些竹子的部分竟然烧起来那大家去想一件事竹子就是你光是用火去烧的时候，不是很容易烧起来的东西但是你一旦让竹子真的聚了热能烧起来的话，就会哔哔叭叭哔哔叭叭，整个竹子呢就一片烧开来，而且烧开来呢会一发不可收拾，连续扩散开来，所以呢它就造成了这一场悲剧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呢在这里面呢，这个目前为止在调查有几个点，第一个是在调查说
这个明明按照香港的法规是有建议说，你们这些外墙在做这个整修的时候，应该要用防燃防焰的材质啦。那为什么用防焰材质这件事情会竟然疏忽没有去用防焰的材质？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在这里面引起更大争议的原因是因为呢，因为这个对于香港来讲，这件事情知识体大哦，很敏感，所以呢，这个一出事哈，就等于说这个建商啦，就等于说负责外墙的建商呢，马上抓起来啊。你看这个黑色头套就直接抓起来，相关的这个建商的负责人，然后跟干部都抓起来。那为什么马上用最高规格办理？因为怕这件事情会不会带来后续的政治效应。那为什么会有政治效应？你看哦，这是香港人自己在传的，这不是我们在传的哦。香港人自己在传说，他说香港自己有自己的香港自己对于建材或者说这个相关建物工程的认证，然后香港的认证是这个 HOKLAS 这个认证。可是他说为什么这个变成说香港完全给中国管了之后，现在变成这个建商呢，他出具的这个报告检验报告竟然用的是中国标准跟中国报告。下面你看哦，检验中心叫做滨州市检验检测中心，不是香港自己的，他走的你看上面这边有写一个 CNAS。他用的是中国自己的认证，也就是他由中国滨州的 CNAS 认证取代了香港自己原来的 HOKLAS 认证。所以对香港人来讲，我原来的标准如果比较严格的话，为什么你在这一栋的整修上面你会去采用中国的标准？所以对香港人来讲，当然这件事情他们会有意见，会有感觉，社群上传得很快。然后最重要的是知识体大的原因，是因为因为大家看到香港呢这一次啊。这个习近平自己亲自开金口，要求香港特首李家超这件事情一定要慎重的处理。为什么你在这一栋的整修上面，你会去采用中国的标准？所以对香港来讲，当然这件事情他们会有意见，会有感觉，社群上传得很快。然后最重要的是知识体大的原因，是因为因为大家看到香港呢这一次啊，这个习近平自己亲自开金口，要求香港特首李家超这件事情一定要慎重的处理。那他由习近平自己开金口，你要想说，习近平不是才刚打电话给川普结束而已，在这件事情下一件事就变成要处理香港的火灾，为什么会这么严重？是因为呢，这个大家联想到说，在当时呢，新疆大火啦，在2022年新疆一场大火死了很多人。那为什么死了很多人？是因为当时新疆呢，不止新疆啊，全中国因为疫情防控的关系。你能不出来就不让你出来，所以新疆当时这一栋大楼叫吉祥苑，那吉祥苑就是因为不让居民出来，结果呢火灾了也不让人家出来，严重影响居民的逃生，然后也导致这个消防车抢救出了问题，所以在这一场里面呢，间接导致了爆发出从乌鲁木齐这边开始爆发白纸革命啊。那你知道白纸革命对习近平来讲，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啦。所以呢。这件事情就让大家联想到，习近平是不是担心说香港这里呢也引发了类似白纸革命的政治效应，所以要求香港特首李家超知识体大，要慎重，赶快处理，所以呢才用最高规格方式处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场香港大火，这个让大家看到既是无奈的悲剧啦，但是后面也看到他政治的那一面。都好，如果讲到他烧出的政治的另外那一面，除了习近平直接开口讲了这些以外，因为香港也快选举。他们更担心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想象，对所有的香港人看到这样的火，这么多的同胞，像这样一些的状况，那人心的浮动，他们会更担心这一块。人心的浮动势必的，但是你说会改变什么吗？李家超在选举的时候是同额竞选，他不是每一个香港人都可以投票的，他是选举委员会1000多票吧，1000多个人选吧，同额竞选，但是人心不稳。不是反映在选举上面，会反映在社会的其他地方。那这个时候如果乱起来，香港如果再乱起来，对习近平影响很大。李家超对习近平来讲一点都不重要，但你不能出乱子。但是为什么会乱？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现在慢慢你会看到很多故事，这些故事里面会让人家很鼻酸。我那天看那个。他那个楼烧起来的时候，刚开始看的时候是就1栋、2栋的样子。我看到的时候，大概大概2栋，那个时候都已经觉得匪夷所思了。隔了1-2个小时之后，我就看到变成3-4栋了。你在台湾你完全无法想，他怎么可以会这样子烧过去？
那你现在看到一些东西，你会看得更难过。大家看一个，这个是一个小女生，她只有16岁。你注意看那个下午3点23分，事发当时，她最后写好辛苦，这是她最后的讯息。你看到3点08分的时候，隔离屋3点15分烧过来了，她在另外一栋。这个讯息是她最后传给她男朋友，她只有16岁。像这种公屋啊，往往在很小的面积里面挤一家子的人。我们早期我们都有一些同学是港澳侨生，尤其是香港侨生。我们以前我还敢去香港的时候，那个真的他们住的地方真的很辛苦。多数的香港人在居住这件事情真的很辛苦，然后呢，而且又贵，有改变吗？从9区到现在，我不晓得他们该怎么讲。可是不管怎么样，你怎么会？她只有16岁，一个小女生，这件事情要跟谁讲？她家里还有人当时不在家里，所以有幸存者，他们要跟谁讲？所以看得很难过。我也不知道就是连我们这样子看的，我们心里面都有一股气的时候，我不晓得在香港他们当地人那股气怎么办？你要去哪里？这是港人治港，因为那个时候回归以后，那原则上是这样，当然叫特首啦，叫所有这些。但一路走到现在，前一阵子当然不是，那时候从大概2019、20那时候反送中，然后一路过来到现在这样，今天发生像这样一些的悲剧，那对很多香港人来讲，心里面一定会有很多想法。基本上呢，这个画面会让我们觉得触目惊心，是吧？这叫火烧连环楼。我们心里面都有一股气的时候，我不晓得在香港他们当地人那股气怎么办？你要去哪里？这是港人治港，因为那个时候回归以后，那原则上是这样，当然叫特首啦，叫所有这些。但一路走到现在，前一阵子当然不是，那时候从大概2019、20那时候反送中，然后一路过来到现在这样，今天发生像这样一些的悲剧，那对很多香港人来讲，心里面一定会有很多想法。基本上呢，这个画面会让我们觉得触目惊心，是吧？这叫火烧连环楼。7栋，然后这么快的一个燃烧速率，这个火烧，那现在当然有什么羽化、什么火焰或什么的，其实关键从燃烧学的基本来讲，就是有快速能够燃点极低、快速扩散的火星。那所以大家会弄到那个防护网嘛。但是防护网后面就是这个火烧就会继续烧下去，就回到就是港人治港怎么治成这样子。所以当然包含就有人在讲啊，是不是真正的心存在香港的人？我们也知道香港很多人都离开了，那离开之后，香港以前基本上还算是城市治理，还算不错的地方嘛，对不对？在那个回归之前，那城市治理，然后呢，香港人呢又很乖，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主权嘛，以前是英国外款，所以香港人其实基本上就会把我们做到，而且香港不是只有这个高楼啊，你去香港看都是高楼，都是高楼，都是那个，因为香港实在是地太小的人稠嘛，到处都是这种，所以对于高楼的管理，然后带过来了，所以呢，像那个防护网，它没有法规，可是今天大家会怎么觉得有出问题？1年了，它不是最近在施工，它是1年在施工，可是在1年施工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奇怪了，如果是以前的话讲一讲。可是你看，他们这1年也找媒体，媒体也没有扩散出来，包括你就工人抽烟啦，所有这些。对，他们也报过媒体，有很多的嘛，包含那个警卫，那前的那个警卫队的那个就保全的，也跟媒体讲过，有看到那个什么警报器被关掉了，所以一连串的这个火烧连环楼，所以后面就出了一个问题，到底被回归23年之后，你得到的治理能力怎么会崩解成这个样子？因为包含是劳动处里面就讲说，没有火灾的疑虑，又有火灾疑虑，所以中间的过程中变成是一个对整个这个治理的政府
不信任的一个状况。而不信任，接下来就是你能怎么办？他们12月7号要投的是投票，那跟李家超没关系。反正呢，可是那些议员呢，也是爱国者嘛，只有爱国者才能选举嘛。那如果面对这样爱国者的一个局面，然后这个火烧连环楼一路烧过去，已经不是只是人命的问题，而是对这个地方信心的问题。那只剩一件事情了，用脚走路嘛。用脚走路，香港就会继续离开。不是，还有很多人是走不了。那走不了的人，那就后面当然是一个那是他们的痛苦嘛。那用脚走路嘛，然后所以接下来的话，就会变成是世界金融中心遗址。然后香港还会变成什么？他们曾经很骄傲的一个遗址，那个东西其实悲哀。那当然，对台湾来讲的一个冲击，人命这些事情，我们看到这样子一个冲天的7条火柱。傻眼，但是再过来就是那个事情嘛，然后到1国2制香港模式，台湾能够接受。OK， 洪福院这个悲剧，然后全球各地的领袖，那其实包括赖清德总统，那都有发文表达哀悼。那当然希望失联的人，能够有一些好消息能够传出来。但不管怎么讲，刚来宾所提到的，不管是房屋的安全性的问题，政治上一些效应，未来会怎么样？好，那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在国内，那从刚才前面所讲到两岸之间的一些，不管从意识形态或各方面出现一些问题，在未来，那不管到了下个月，生活2026、2028的论战会出现什么状况，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学员们这边，我们下周见，拜拜。